别再折腾义乌的民营企业了，好多义乌的老板呢都已经被压得喘不过气了，无奈选择躺平，直接撂挑子不干了。说实在的，在义乌创办一家民营企业，门槛虽然不高，但是呢要把它做大做强，那难度简直爆表。在义乌呢，如今大部分民营企业老板呢都已经被债务压得直不起腰了，成了还贷大军里面的一员。去翻翻义乌各大银行的贷款数据啊，就能看到他们的负债有多惊人了。他们起早贪黑，日夜操劳，付出了多少无数的心血，可得到的回报呢就少得可怜。这就是摆在眼前的残酷现状。记得去年来这里的时候，这个路上人满为患，挤都挤不过去。确实，现在你看这个人流量真的比较少。我真的清晰的记得去年5、6月份来的时候，真的是人挤人，走路都困难。现在看看我们街上的人，真的很少啊。浙江义乌，一座自带流量的网红城市，借着一盘好货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超市。近几十年来，随着越来越多的外籍商人涌入义乌，义乌的外贸产业迅速崛起。然而，在当前中美贸易战和经济持续下滑的背景之下，这座闻名遐迩的世界义乌又是怎样一副光景呢？本期节目，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当地人是怎么说的。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但是义乌的现状的确如此，满大街的旺铺招租啊，贴得比比皆是。2线的城市，5线的收入，真正能捞到金的人啊，屈指可数。那些背着房贷啊拼命赚钱的人，才是活得最惨的。工资刚到账就秒变还款数字，10个年轻人啊，8、9个人在填窟窿。信用卡到期了借网贷，网贷到期了掏花呗。别以为啊，在义乌这种2线城市压力小，大企业都扛不住了，都在降薪裁员。小公司啊，更是惨到不能看，老板们有可能自己都揭不开锅了。办公室那些老实打卡的上班族啊，也有一部分是靠透支支撑着的。我在义乌做住在6年了，这种情况还真是第一次见。大家都在说这个消费降级了，其实所谓的消费降级，说白了就是大家的这个钱袋子啊见底了，连装的能力都没有了。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得下去？来看一下陈大姐现在在什么地方？陈大姐现在就在浙江的这个义乌啊，来到处转一转啊，然后学习一下。曾经我以为啊，这个义乌肯定是非常的这个繁华，生意肯定是到处都是，是吧？一片繁荣、忙碌的这种景象。但是今天带大家看一下实际的这个情况，冷冷清清的哈，就陈大姐差不多，加上陈大姐3、5个人在这个街上啊，这么大一条街，没有人哈，到处铺子的话空着转让。啊，或者说开着的话都是自己人在做，根本就没有招聘。上一个月都人气爆棚，都没满月，何去何从？咖啡不行，价格太贵。肯德基现在还有几个人？现在肯德基生意还可以啊，里边你看看。都没有几个人了，现在真的人气不好，人气太少了，人气太少了。我到里面看看，我操，这都没有人了，你看，这么大的超市。现在义乌最真实的状况说出来，你可能都不相信。表面上车水马龙，到处堵车，实际上在这个人均5000多的城市啊，很多人的月还款都超过了1万。大公司呢降薪裁员，很多小公司啊都在面临破产的边缘了。那些马路上开实体店的老板更是苦不堪言，一个月下来呢，可能连房租、水电都赚不回来。实际上挣钱的也就那么1、2个店。义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，而且还有创业之都的美誉。如今，当地贷款中介业却流行一个段子说，义乌现在现状是各行各业都在哭，但凡有一点上进心的人，到头来都赔得啥都没有了。5月份真的是淡季，以前别人说我都不相信。你看一下，场地现在的车真的是小200台放在这里，卖不动，真的是卖不动呀！我带你们去盘点一下，就是当年100万级别的车，现在是真的多不值钱，好吧？尤其是像这种奔驰、宝马、奥迪、路虎、保时捷，我这台车12年的全车原版的车况，真的是全车原版的，现在卖9个多。义乌今年租房子不好租啊，就明显感觉到跟我去年找房子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。去年我找房子的那个房东就很自信的说，我这个房子多少钱年付，然后你跟他砍价格毫不动摇的，根本理都不愿意理的。
然后今年的房东，我刚刚去看了一个房子，然后那个房东报完价之后，然后又直接紧跟了，我都没有跟他砍价，他就直接紧跟了一句，你要想租的话，价格还可以谈。然后我看他那个贴那个广告栏日期已经贴了很久了。我是为了自由才选择开店的，开店以后才发现，自由过了火，就彻底没自由。无论刮风下雨，无论有人没人，都要开店，都要守店。今年义乌到底是怎么了？我一个在市场做生意的客户啊，一年租金大几十万，市场呢却冷冷清清的，人到底去哪了啊？外贸没生意，夜场没啥人，饭店呢到处贴着转让，二手房东房子也不好出租了。我刚贷款这么多年，尤其是今年客户普遍反映生意特别难做，你们说说看，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？家人们，义乌的人都跑哪儿去了呢？这座热闹的商贸之城，平时里人挤满了人，现在突然却空了。今天下午呢，我去商场买皮鞋，好家伙，里头冷冷清清的，导购呢比客户还多，大家逛的没精打采，跟以前火爆的场面呢完全没有办法比。我在义乌生活5年了，见过堵车，见过排队，但商场没人这种场景呢，真是头一回见。皮鞋店的老板呢直叹气说，生意一天比一天差，连房租都快扛不住了。义乌号称世界小商品之都，向来不缺人气，现在的人去哪儿了呢？是消费降级了，还是大家都转战线上了呢？在义乌的朋友，你们最近逛街发现这样的情况了吗？在义乌啊，官方数据说有191万的人口，但是走在国际商贸城啊、碧旺夜市啊，连周末啊都空得像凌晨3点一样。店铺转让广告贴的是满墙啊，出租车司机说啊，现在跑一天也赚不回油钱。去年这个时候啊，挤到手机没有信号。现在网红直播基地啊，一半直播间都黑着灯，仓库啊，房东啊开始主动降价。那外贸老板说啊，订单都好像被黑洞给吃了。最扎心的就是饭点啊，以前去工人新村啊，一次抢不到快餐摊子啊，现在老板坐在凳子上刷抖音等客人，不是人消失了，是钱消失了。评论区干嘛说一说啊，你的家乡商圈也开始人间蒸发了。义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，当地有75000家供应商，也是美国供应商采购廉价进口生活用品的重镇。然而美中关税战和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对义乌影响之大可见一斑。当地一家工厂老板范先生向海外的中文媒体表示，他的工厂是生产电子产品，以内销为主，今年受到严重冲击，他已经扛不下去了，决定结束营业，遣散100多名员工。另外一位电商徐老板透露，现在做本土生意的电商99%是赚不到钱了，跨境电商也只有5%的存活率。中国跨境电商现在面临着生存危机。徐先生说，关税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，风险还是很大。外贸每年都在走下坡路，现在没有好干的行业，当老板太难了，没有订单，每天很迷茫，很焦虑，很痛苦，整晚都睡不着觉，每天还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，没有假期的。我从年初到年尾都没有休息过。美国客户的生意没办法做了呀，这2天发美国客户啊，运费1000块钱，货值是500美金啊，要收700多美金的这个税，相当于要多收个4-5千块钱的税，这生意还怎么做呀？这几天发几个单子，亏也要亏了，赚没赚到钱，亏也亏几万块钱。带大家看看义乌商贸城外贸现状。这里是商贸城2区，按理说2区人流是比较多的，但是这个点是下午2点多，也没什么人，老外更是寥寥无几。现在听说河北百购小百货挺火爆的，那边的朋友拍视频看看到底有多火爆。现在的消费者都到哪里去了？现在是中午11点多钟，万达金街旁边的商铺基本上空无一人。像我这边的4家店，中午又有能几桌呢？他们又有多少收入呢？现在的商家基本上都是在苦苦支撑，这边的店基本上是倒了开，开了又倒，倒了又开。像这家之前的商户走了，现在又来一家商户在装修。所以说，在这个时期要创业投资开店，一定要前期多观察、多蹲点，在投资时候需要谨慎，尤其是在这个地段。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在逃离义乌？以前呢都说这里是适合草根逆袭的城市，可现在却不一样了，稍不注意就会吃不上饭。是因为消费高，工资水平低吗？这2年好多实体企业都在转让出租，工作呢也越来越难找。我是做咨询的，知道现在很多人想维持车贷，房贷的月供还清贷款真的太难了。普通农民工在这些地方打工，一个月房租800，生活费1500，男的抽烟400，女的卫生巾、化妆品钱
500，夏天的空调费500，买水喝500，一个月4、5千块钱，大家算一算，除了这些钱以后，我们还剩多少钱？不回家难道要在这里要饭吗？以前刚来义乌的时候，14年的时候，感觉白天人也很多现在人呢？不会都是晚上来这里吧？晚上也是来逛夜市。以前这里都是卖这种什么欧美名品，我去，都没有看不到步行的人。义乌的经济现状并不是中国的唯一个案，在许多一线发达城市，同样的惨况比比皆是，楼市雪崩，店铺倒闭，失业潮蔓延，大萧条景象令人心惊。搞不懂现在这个生意到底让人怎么做？要说没生意的，干脆就每天一点生意都没有，房租都交不起，那不就自然就关门了，也死心了，省心了。关键问题是每天正在处于绝望焦虑的时候，他又来接单，偶尔甚至还生意挺火爆。当你重新燃起了希望，觉得好像情况要好转了，感觉自己又行了的时候，马上第二天又跌入谷底，打回原形，生怕你赚点钱。就是他妈半天几个小时都不来一个单，屁股都坐痛，手机都玩腻了，都没有一个人来，偶尔来一个人叫声老板，把自己的下。哎，这做什么生意啊？这店里没有人，这街上也没有人，到处都没人。不是说开店都挣钱的吗？这人都去哪儿了？大家都不吃饭的吗？我烦了，实在是受不了了。投了几十万又要打水漂了，完了，彻底黄摊子了，好多人都找不到事做。兄弟们，不要再来广州了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